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极境之美，我是 Melvin。那今天呢，我想要和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易经与风水的智慧。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玄的主题，但在我心目中呢，这两个主题不仅充满了古老的哲理，还蕴含着深刻的生活美学。我知道这些话题对某些人来说会觉得非常的神秘，或者是难以捉摸，但其实呢，它蕴含的一些深刻的生活哲理，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与环境与内心的和谐。而且我觉得这些智慧是真的能在日常生活中给我们带来不少指引，就像静静的喝一杯茶，突然发现自己内心的焦虑正在慢慢的散去。只要我们不要去过度的迷信，或者是执着的要去运用它们，其实它真的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的平静与智慧。那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两个概念都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但他们真正的内涵、历史流变，以及他们是如何在现代社会当中实际的应用，可能还不完全的清楚。那这一集呢，我们就一起挖掘易经与风水的文化根源，并探索它们与现代科学和美学的交汇。让我们先从易经的历史与哲学来聊起。易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周文王和他的儿子周公继承了伏羲的八卦系统，编成64卦，并将这一系列编成了完整的周易。那易经的基本概念，易经又称为周易，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经典书籍，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易经的核心思想是阴阳五行和八卦，通过这些基本的概念来解释和预测自然现象以及人类社会的变化。阴阳代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五行分为金、木、水、火、土，代表宇宙万物的5种基本元素以及其互相的关系。八卦分为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土、兑为泽，每一卦都代表一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我记得我刚刚开始接触易经的时候，它的64卦给我一种神秘遥不可及的感觉，仿佛每一卦都像宇宙的密码，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但随着我深入研究，渐渐发现易经其实是对生活、对生命变化的一种深刻观察。它告诉我们，世间万物都在不断的变化，而我们在这些变化当中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便是易经所要传达的智慧。它揭示了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易经的核心是一个关于变化的哲学观，强调事物的变动性与永恒性。也就是说，变是唯一不变的。这句话说来简单，但当我们真正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变化，往往还是会感到迷茫与无力。但是易经就告诉我们，变化本身不是敌人，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变化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让我在自己的面对人生当中一些难以预料的转折点的时候，常常就会回想到易经的智慧。与其试图去改变环境，不如先调整自己的心境。正如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活中的每一个变化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易经与文字学。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易字，它本身就充满了哲理。从文字学上来看，易代表了变化，
包含了变异和不易的双重含义。变异是事物的变动性，而不易则象征着事物背后那些永恒不变的规律。这与现代物理学当中的能量守恒、物质不灭定律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我们深入研究易经时，我们也在学习如何在变化当中寻找稳定与平衡。有趣的是，现代的量子物理学与易经中的变这个概念不无相通之处。例如，现代物理学当中的量子力学认为，物质本身是由能量波动组成的。量子力学当中的叠加状态，让我们可以了解到世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有无限的可能性。世界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这就与易经当中的变异的概念不谋而合。一切在流动变化中，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试图控制变化，而是学会与之共舞。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易经与大数据分析当中的联系。这个话题还蛮特别的，我在写稿子的时候想到它。易经强调变化的哲学，尤其是64卦中的卦象变化，揭示了宇宙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与可能性。这种思维的方式其实和现代大数据分析非常的契合。大数据分析中的趋势预测，实际上也是在大量变数和情境中来寻找规律与变化点。这与易经中的爻的变化有着深刻的相似之处。我们在使用易经来做一些占卜的时候，我们会为了判断趋势的变化，我们会补2个卦，就64卦当中有2个卦，然后我们看它，因为一个卦是由6个爻组成的，6爻，那我们会判断一下它这个爻变的情况，6个爻里面当中变了几个爻，来判断这个趋势的变化。那一些学者呢，也开始将易经的逻辑结构应用到人工智慧 AI 和大数据分析当中，利用它来探索复杂系统中的潜在规律。那易经中的变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何在动态环境中应对挑战，尤其是在这种科技和资讯爆炸的时代，这让易经也从传统智慧变成了现代预测工具。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易经也是作为一个传统占卜的工具，作为我们中国人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心灵的导引。在我们讨论易经的时候，占卜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古代人通过龟甲来进行卦算，来探寻未来或解决当前的困境。虽然我们今天不再依赖占卜来做生活中的重大决定，但占卜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帮助我们来反思内心，寻找答案的。比如说有一个现代的一个心理学家，我们上一期也提到过的分析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为代表，他就提出了同步性的概念，这与易经的占卜当中的隐喻式的理解相呼应，通过卦象来反映出当下的一种情况，而占卜者在解读的时候，往往会在其中看到自己生活的某些启示。这是一种与自己内在对话的过程，通过象征符号达到内心的澄明与觉悟。那接下来我们谈谈风水。易经和风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被广泛运用于建筑、园林、家居布局等领域。从古代的皇宫的设计到现代城市的规划，风水的影响无处不在。许多著名的建筑，比如说北京的故宫、长城，都体现了风水理念的运用。说到风水，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家具的摆放、建筑的选址等等，但其实风水的核心是气场。那说到风水，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罗盘。风水罗盘是风水师的工具之一，用来精确的测量方向和气场。
罗盘上有不同的环，每一环对应不同的风水概念，从地理方位到天文星象，都是以易经中的卦象为基础的。那在风水当中，我们常常提到的气，这是一种无形的能量，像是环境中的磁场或者气场，甚至是如果是在水边带来的水汽，或者是再更虚一点，就是这个光照光害，或者是如果这个车水马龙声音，这个音场都会影响到这个气。那风水罗盘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家财的最佳方位，调整室内布局，让气流更好的循环。那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科学交集啊，就是现代物理学和医学研究有表明，地磁场的变动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健康，特别是人的睡眠和心理状态。比如就有一些研究表明，长期生活在地磁变化剧烈的地方，会导致人的生理时钟混乱，增加压力和焦虑感。因此风水强调的地理位置和方位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其实是在现代科学当中找到了某种依据的。当我们使用罗盘来调整风水布局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寻找一种与地球能量的共鸣，让我们能够在生活环境与自然和谐当中达到一致。另外，风水和心理学和色彩学也有诸多的联系。比如说，如果你可能因为喜欢暗色调的装修，家里总是布置的感觉阴阴沉沉的，或是从美学的角度上来看，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设计，某一种特殊风格的设计，但是长期来看还是会容易感觉家中的气场有些压抑。色彩对心理和情绪的影响已经被大量的研究证实，比如说暗色调，像深灰、黑色、深蓝这种带来沉静或压抑的感觉，这些颜色有时可能会让空间显得更具现代感，但长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可能会让人感觉到孤立或压抑。相反，一些柔和的色彩，比如说浅蓝、米色、浅绿，就可以让人感觉到比较的放松，减少压力。这背后的原理与色彩和生理效应有关。浅色调通常会让空间看起来更宽敞、通风，进而影响我们的大脑认知，让人感觉到轻松愉快。心理学上，家居环境对情绪的影响体现了环境心理学这个特别的分支的核心观念。环境心理学研究发现，居住空间的颜色、光线和布局会对我们的认知、行为和情绪产生深远的影响。光线柔和的环境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让人心情愉悦，而昏暗的灯光则可以促进褪黑激素的分泌，让人感觉到疲惫甚至是抑郁。因此，当你通过改变家居布局，增加柔和光源时，不仅是在视觉上做出调整，实际上也是在改变居住者的生理和心理变化。此外，风水讲究的气，其实也可以和心理学当中的心理能量这个概念相联系。当一个空间阻塞、阴暗、布局混乱的时候，容易给人一种心理负荷的感觉，这正是心理学当中提到的环境压力。这种压力会长期的累积，从而导致焦虑或情绪低落。而通过改变空间的布局和光线，实际上是帮助人们减轻心理负荷，释放心理压力，让心灵与空间达成和谐。风水对空间的布局要求，特别是强调适度的开放、流通的气场和光线，与现代心理学当中的治疗空间设计的理念也是不谋而合的。还有一些研究表明，长期处于昏暗的环境当中会增加抑郁症、焦虑症的风险。还有一些科学研究就说到，改变人体周围的磁场环境能够改善睡眠质量，提升情绪，甚至是促进伤口的愈合。因此，风水中对光线、色彩的重视，其实可以从医学角度来解释为一种有助于健康的做法。适当的光线调整和舒适的色彩选择，
能够改善居住者的情绪状态，并提高生活质量。那如果回到和量子物理学当中的联系，风水当中的气这个概念虽然听起来有点抽象，但可以与现代物理学当中的能量场来进行类比。量子物理学就认为宇宙中的所有事物都有其能量场，并且这些场是相互影响的。风水中所强调的气场流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成为一种能量的交换与平衡。这让我们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待环境与人体之间的能量互动。无论是在建筑设计、居住环境，还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关注如何能让能量和谐的流动，这正是风水的核心。我们的环境当中充满着各种能量波动，这些能量波动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健康，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与风水当中的气场的概念其实都是相通的。我们对环境的调整是在塑造一个更好的能量场，让我们能够在居住的空间当中感到更加的舒适和安心。比如说风水当中常常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家居布置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有明厅暗房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客厅的光线可以更加明亮，帮助你在白天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工作，更加清醒。而回到晚上，回到房间的时候，我们希望房间的光线布置是更加昏暗的，可以帮助你更好的休息，放松你的身体和内心。另外，我自己比较更多钻研和更多研究的风水流派叫做理气派。风水有非常多的流派，但我个人会非常的喜欢和习惯运用理气派。我们把人体就想象成一个阴阳八卦，这个人体就是一个能量场的核心。你待在哪里最多时间，你平常在这个家这个空间里面待在哪里最多时间，你就是这个气场的核心。那你的窗开在哪一个方位，你的门开在哪一个方位，你从哪里会获得外界的气息，外界的气场，这个就是我们在风水当中会更多的去讨论，我们收到哪一种气流，哪一种气场会更加好，像是这样的流派。所以其实我觉得从物理学的角度上来看，理气派是比较符合现代科学的一些依据的，因为我们主要是帮助我们的气场可以更加好，和地球的整个的磁场变化和规律来找到一个平衡，和让我们可以与环境更加和谐共处的方式。那在艺术创作当中，易经与风水的思想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山水画特别强调气韵生动，这其实就是风水当中的气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些画作当中，山与水的和谐，风与光的流动，都在试图捕捉天地之间的无形之气。易经中的变化与平衡概念，让许多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更加注重形式与内涵的对立统一。例如书法艺术当中就体现了阴阳的美学法则，画笔的刚柔并济，虚实相生，无不体现出易经的哲学思维。好了，易经和风水这些古老的智慧不仅仅停留在哲学思维层面，它们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健康和艺术，甚至现代科学的发展。它们提醒我们，万物皆有其规律，我们无法改变自然，但可以学会与之和谐相处，从而让生活更加的丰富和充实。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也让你对易经和风水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心得，或者你还有什么其他很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在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话题你希望我可以再更详细的解释的，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更多生活中的智慧与美学。那下一期我们将直接从东方来到西方，来探讨一些西方神秘学的智慧与现今科学的联系。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